日本如何仅以7万人的兵力，骑着1.2万辆自行车，只用了55天就把盘踞在马来亚上百年的10几万英联邦部队打退到新加坡，进而全占马来亚呢？马来亚攻防战又称亚洲闪电战，这是被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形容为大英帝国史上最丢脸的军事失败。941年12月7日晚及8日凌晨，日军突然在泰国南部和马来亚北部多个海岸线登陆，的日军遭遇了泰国军队和警察的抵抗。然而，此次抵抗仅维持了几个小时而已，泰国的地方官就收到了来自泰国曼谷中央的电报，指示前线军官放弃抵抗，并允许日军借道泰国国境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当时的泰国首相和内阁评估过局势，认为泰国的军队不是日本的对手，所以没必要做无谓的抵抗，能合作就合作，来保证泰国领土和政权的完整。而且日本还答应，事后将会将原本属于泰国的马来西亚北部4州，对在1909年被英国通过英贤条约割让的领土归还泰国。所以泰国眼见自己没有吃亏啊，就把闸门打开了，让日本进入，帮他向英国人报仇。但遭殃的却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日本之下，当地的华人过得比英国殖民时代还惨呢。这个下期我将继续更新给你知道，所以你记得要关注我哦。有泰国打开了方便之门，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就开始进攻马来亚北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路。此时的英国可不像隔壁的泰国那样放弃抵抗，而是坚决抵抗。然而，英国本土此时正遭到德军的狂轰滥炸，英国把很多先进的战机和装备都部署到欧洲一带。在马来西亚战役爆发前，英军在新马一带只部署了约200架不适合欧洲战场或是从欧洲退役的不合格战机，即 F2A 水牛战斗机，和14万军人和800多门火炮。而准备进犯的日军只有7万人，400多门火炮，但作战飞机高达500-600架，双倍于英国。英国的水牛战斗机爬升速度慢，且不可以飞高超过6000英尺，还需要手动操作燃油系统。有时为了提高性能，还需要拆除装甲板、装甲挡风玻璃、无线电、枪式摄影机和其他不必要的设备。对比日军较为合格和先进的战机，并配备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在战争一开打，英国很快就失去了马来亚上空的制空权。也因为失去了制空权，英国的地面部队，包括关丹空军基地在内的基地，就一直被日军轰炸。所以看来日本是经过严密盘算英国在东南亚军力部署的情况，才会掐这个时间点进攻马来亚。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提到了马来西亚为何成为日本首个在东南亚要占领的目标呢？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他不惜炸了美国的珍珠港，引爆二战。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12月10日，英国远东舰队的2艘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在关东以东的海域被击沉，使得英军东方舰队丧失反制日军登陆的可能性。至此，日军全面取得制海空权。12月12日，日军突破马来亚北部的主要防线日德拉防线，并缴获英军大量的物资和武器。1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槟城的英国空军基地，切断了英国空军从印度、缅甸、马来亚空中航线。至此，马来亚英军已成孤军作战，日军采用了轻装猛进、近战、夜战、穿插迂回等多种作战形式，连续突破英军的防御。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失守，英军眼见守马来西亚已无望，于是英军一路往南向新加坡方向退守。驻守马来亚的英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是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本土兵，没有多少实战经验。这样的军队没法和日军从中国战场派遣过来的久经沙场的军队对抗。英军曾在马来西亚最南端柔佛州做出最后的努力，企图阻止日军继续前进。通过在麻坡一带部署了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和印度第45步兵旅等重兵，史称麻坡战役。该部署确实有效，暂时压制了日军的势头，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日军进入柔佛州开阔土地后，加速进攻速度，英军则迅速溃败。1月31日撤至新加坡，在最后一批英联邦部队跨过柔佛海峡离开马来亚后，英联邦的工兵就在连接柔佛与新加坡之间的新柔长堤炸开了阔70尺或20米的大洞，企图凭借柔佛海峡抵御日军向新加坡进攻。在这少于2个月的攻防战内，马来亚战役以英联邦军队被彻底打败且撤出马来半岛作为结束。日军以3万1000余人的代价占领马来半岛，打通了进攻荷属东印度也就是印尼的战略通道，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防御作战造成不利的态势。
而负责指挥这次战略的日军中将山下奉文还因此出色的战绩被称为马来之虎。然而，日军的脚步并没有在马来亚停下，而是继续往南进攻新加坡。而退守到新加坡的英联邦部队眼下只有3个选择：一、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二、集体跳下马六甲海峡保住军营，因为在他们身后已经无路可退；三、缴械投降，被日军俘虏。所以英军会做出哪种选择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我下期还会继续更新关于日本占领新加坡的系列视频，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如果你想看新加坡如何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